朝鲜，这个在全球化的今天依旧闭关锁国的国家，在外界看来十分神秘。不过，金正恩成为领导人之后，朝鲜稍微对外开放了一些。至少在外交方面，朝鲜表达出了更加积极的态度。在朝鲜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一个总是站在金正恩身边的女人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这个女人就是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金宇正凭借自己冷静理智的表现，赢得了不少领导人的赞许和认可，也被外界认为是坐稳了朝鲜2号人物的宝座。但即使是这样的金宇正，与她的姑姑朝鲜初代长公主金敬基相比，还是要略逊一筹。今年7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接连2次发表讲话，指责美国挑动半岛局势，并对美国发出了战争警告。在11号的讲话中，他警告美国继续在半岛地区搞侦察，将会体验非常危险的飞行。而在14号，他更是强硬表态，声称美国如果继续他们的挑衅行为，那么核战争爆发就不是假设。不仅如此，他还对联合国表达了不满，声称联合国如今完全倒向美国，已经失去了其建立的初心，成为了一个新冷战机构。这种以一国对抗全世界的强硬态度，不免令世界都为之震惊。同时，人们也再度认识到了这位发言的朝鲜公主的斗争精神。虽然这种外交发言更多的是在表明国家立场，而非个人态度，但是金宇正作为金正恩最为重视的妹妹，被外交认为在朝鲜政策制定中能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与兄长一起在瑞士留学时起，金宇正就与金正恩建立了深厚的情谊。金正恩仓促继位之后，金宇正也给了兄长有力的支持。据称，从2013年起，金宇正就作为金正恩的秘书辅佐兄长的工作，而金正恩对外形象的塑造更是几乎是由妹妹一手包办。而外界能够看到的是，在2014年朝鲜对外报道中，年轻的金宇正已经担任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这样的重要职位。而在随后朝鲜进行外交的时候，金宇正更是经常站在哥哥身边。而真正让人们关注到这位朝鲜公主的，恐怕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这次冬奥会被外界视为朝韩关系突破的重要契机，双方对此都十分重视。而金宇正能够作为朝鲜方面的代表出席，证明了他在朝鲜政坛的重要性。同时，在冬奥会开幕式上，作为朝鲜金氏家族的代表，他难免会与众多其他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同框。人们能够看到，在文在寅、安倍、彭斯等老狐狸面前，金宇正的气场一点都没有被压制。金宇正收放自如的表现，同样得到了对手们的认可。文在寅就对金宇正表达了赞赏。金宇正的种种表现，令外界对于他在国内的地位多有猜测。有不少人甚至分析，他已经成为朝鲜国内实际上的2号人物。不过，由于朝鲜与美韩谈判并不顺利，金宇正在对美韩两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2020年以后，金宇正一改之前面对美韩的相对友好，接连对美韩两国发出警告。尤其是在6月，金宇正对朝韩联络处办公室发出警告之后不久，这间联络室竟遭到爆破。有媒体在报道中猜测，这次爆破是金宇正一手主导的。金宇正也因此成为了外界眼中的强势公主，她彻底树立了强硬的对外形象。在今年，她更是代表朝鲜对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发出了朝鲜准备好了核战争的警告。尽管金宇正强势至此，但是她却并不是朝鲜最为强硬的公主。与她的姑姑金敬基相比，金宇正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无论是个人手腕还是强势程度，金敬基都比金宇正更胜一筹。在金日成时代，她就以个性闻名；在金正日时代，她更是手握重权的第一公主。金敬基的强硬，从她的婚姻中就能窥见端倪。在金敬基的大学时代，他喜欢上了风流倜傥、才貌俱佳的张承泽。然而他的父亲金日成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却很不满意，他看不上这个普通家庭出身的穷小子。当时金日成在朝鲜威望很高，没有什么人敢于违抗他的意愿。然而金敬基却不肯听从父亲的命令，既然在朝鲜容易被父亲干涉，他就离开朝鲜。1969年，他想办法办好了手续，与爱人一起前往莫斯科国立大学留学，并在那里结为夫妻。在他大学毕业回国之后没几年，年仅30岁的金敬基就当上了朝鲜轻工业部副部长，后续更是升任外务省副相和轻工业部部长。自1988年后，他更是一直是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在朝鲜手握重权。在与自己关系不甚亲密的父亲手下，金敬基都能够爬到这样的高位。等到与他亲近的同母哥哥金正日成为朝鲜领导人，金敬基的地位就更加超然了。金正日早就说过，他对于这个妹妹没有办法，
而有消息人士则对外透露，金敬基是朝鲜唯一一个敢对金正日直言不讳的人物，他甚至会对金正日发脾气。可是金正日却没有因此而恼了妹妹，反而是对妹妹更加信重，还对外表态称金敬基可以代表我，金敬基的话就是我的话，金敬基的指示就是我的指示。到了金正日晚年，更是将金敬基与金正恩同时封为大将。如此一来，金敬基的势力范围同时囊括了党政军三方，称其为无冕之王，一点也不过分。由于金正日对金敬基的看重，外界甚至有人猜测金正日是否在考虑让妹妹金敬基成为朝鲜的下一任领导人。不过事实证明，金正日对妹妹虽然看重，但是并没有完全将大权交给妹妹。在金正日2011年12月去世之后，接过朝鲜领导人大权的还是金正恩。虽然在金正恩执政初期，由于金正恩年龄尚小，经验不足，朝鲜政权还是受到老臣们的影响。金敬基与其丈夫朝鲜明面上的2号人物张承泽被认为是实际掌握政权的人。不过金正恩很快展现了其个人能力，在短时间之内收拢了权力。2013年10月，韩国公布了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的1年多时间里，朝鲜调整了97名党政军高级官员的职务，占朝鲜高官总数的44%。到了这年12月，金正恩更是突然宣布张承泽叛党，并在短短4天之后宣布他已经被处决。在金正恩巩固权力的过程中，金敬基选择配合侄子。据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她曾经向朝鲜其他高层表示，丈夫对于侄子是一个威胁。在2006年，她的女儿自杀之后，她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开始酗酒抽烟。从朝鲜媒体的镜头中，人们明显能够看出她状态萎靡了许多。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2014年3月的新一轮朝鲜最高人民议会代议员选举中，金敬基最终落选。而且落选之后不久，金敬基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外界甚至多次传出了他已经死亡的传闻。直到6年后，他才在一次年节纪念演出活动中露面。人们也注意到，在这次演出中，虽然他的礼宾排序十分靠前，仅在金正恩、李学主、崔龙海之后，连风头正盛的金宇正都排在他后面。不过在年节这样欢乐的气氛中，周围的人都表现轻松愉快，而金敬基却显得有些严肃，似乎并不算很开心。金敬基的状态其实外人倒也不难理解，此时的金敬基已经是年过70的老人了，还饱受心脏病和糖尿病的困扰，可是身边却没有一个贴心人关照。曾经反抗父亲也要追求的真爱，在婚姻中却没有回报给他忠诚体贴，没有让他放心，以至于成婚之后两人时常争吵，最终渐行渐远。到了最后，他甚至叛党叛国。或许在这位重视国家的公主眼中，这比丈夫对自己的背叛更加令她难过。而她唯一的女儿也在2006年在法国留学期间自杀身亡。朝鲜金氏家族在朝鲜拥有极高的威望，其成员一直承担着朝鲜的重要责任。从朝鲜第一公主金敬基到如今的2号金宇正，甚至于今年开始出现在镜头前的金贞爱女金主爱，都注定要为朝鲜奉献自我。金敬基与金宇正都对外表现出强势形象，未尝没有因为朝鲜作为一个小国，却长期面临美国的敌对压力，不得不表现出强硬姿态的原因。然而不论如何，作为公主，两人所表现出的抗争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的士兵每天只吃2顿饭，但从来没人敢提出抱怨。这是前朝鲜人民军军官李明哲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提到的一句话，向世人展示了朝鲜近乎变态的军队生存法则。朝鲜这个国家人口也就2588万左右，在国际制裁的大环境下，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可偏偏军队的规模大得惊人，现役军人就有120万。放眼全球，这军队规模能排到第4，跟他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相比，那是相当不匹配。说起来，朝鲜的国力和军力差距大得离谱。2024年，朝鲜的 GDP 在全球排名第130位，西方国家对他们长期封锁。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朝鲜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在军事领域，朝鲜在全球军事排名中居然能位居30左右，这反差是不是让人惊掉下巴？其实这一切都跟朝鲜的先军思想脱不开关系。从建国开始，朝鲜就奉行先军思想，把军事摆在绝对优先的位置，搞全民皆兵，结果朝鲜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在这个人口刚过2500万的国家里，现役军人约120万，平均下来每21个公民里就有1个当兵的。然而再把650万预备役和78万准军事部队算进去，军事体系吸纳的劳动力接近全国人口的30%，这比例放眼全世界
都找不出几个能与之相比的国家。这种极端军事化的政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苗头。1987年，朝鲜推行全社会要塞化政策，那时候现役军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了 3.1%， 而同期的中国这比例才 0.4%， 苏联是 1.8%。到了2025年，朝鲜现役军人占总人口比例飙升到了 4.6%， 每年得有大约 16.2万青年被征召入伍，这人数超过了同年全国新生儿数量的1/3。韩国统一部在2024年发布的朝鲜人力资源白皮书里提到，朝鲜18到30岁的男性 92.7% 都被强制征兵，而韩国同期的服役率只有 63.4%。更让人想不到的是，2023年修订的兵役法把女性的服役年龄从17至23岁延长到了30岁。那些在纺织厂工作的适龄女性，每个月还得参加72小时的军事训练。朝鲜的兵役周期也是一延再延。2022年，金正恩签署了关于加强革命武装力量的决定，陆军服役期从10年延长到了13年，海军从7年延长到10年。到2025年，军队里30岁以上的士兵占比达到了 19.3%， 创下历史新高。在平壤防卫司令部这样的核心部队，精英家庭出身的军官服役到50岁才退役，他们的子女接着被送进军校，军事精英世代传承。普通农民子弟就算退役了，也得加入红色青年禁卫队，60岁之前每年都得参加至少45天的实弹演习。这种全民终身军事化的制度，让朝鲜农民下田干活的时候，肩膀上都可能扛着步枪。说到这儿，肯定有人问，朝鲜到底咋养活这么庞大的军队？答案藏在全社会资源的集中供给里。先说粮食，联合国农粮组织202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朝鲜民用粮食配合过去3年一直维持在每天380到420克，其中 30% 得靠国际援助和进口。军队这边完全不一样，掌控着全国 87% 的可耕地，差不多180万公顷，自己搞了个第2粮食战线，实现了自给自足。像驻扎在两江道的第7军团农场，2023年引进了中国辽宁的覆膜栽培技术，玉米单产直接提升到每公顷 5.8 吨，比普通农业合作社的量产高出 120%。这些军管田产出的粮食不仅够军队自己吃，还有盈余，通过平壤光复街的军方商店给高级军官家庭提供特供。再看能源，军队的优先性体现得明明白白。在平壤，普通家庭每天只能用上4小时电，可位于南浦的西海卫星发射基地有独立的燃煤电厂，一天的消耗量相当于2.5万户居民1个月的用电量总和。朝鲜每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柴油 43% 都被军用卡车运到了地下油库，而且朝鲜独特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也离不开能源的优先供给。比如说平壤南道的顺川磷肥厂，白天生产农业化肥，晚上就摇身一变成了军用电池原料生产线，妥妥的军事资源一部分。面对国际制裁和封锁，朝鲜军方也没坐以待毙，搞出了自己的危机转化能力。2024年9月，台风苏拉袭击黄海道，20万人瞬间失去家园，可军方反应迅速，马上启动战时赈灾预案，把 40% 的国际援助粮食都转运到了军事仓库，还有生物资源也被朝鲜军方军事化利用起来。两江道的长白山药用植物研究所每年采集15吨野生人参，其中 90% 用来给军官制作滋补剂，剩下的就通过丹江口岸出口赚外汇。而在工业生产方面，朝鲜全国 37% 的民用工厂都被强制改造，装上了武器制造模块，工人们还得掌握把农用拖拉机改装成装甲运兵车的技术。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东边3公里的第47人民工厂，工人白天生产儿童书包，午后就切换到防毒面具零部件的组装，这就是朝鲜自创的平战双模生产线。同一批工人既能生产民用产品，又能组装军用装备。虽然朝鲜这样不顾一切搞军队多少有点牵强，但是他们养出来的军队战斗力却不容小觑。就拿俄乌前线的表现来说，美国 CNN 都承认朝鲜特种部队作战勇猛，乌克兰士兵也说朝鲜士兵灵活走位，用3-3制战术打得乌军措不及手。他们不怕死，为了冲锋快，直接扔掉头盔和防弹衣，单兵能带300发子弹和一堆手榴弹，只要有小组突破防线，就能靠弹药死守等增援。装备上朝鲜也不含糊，陆军有先军915坦克，性能直追早期的 T72 KN-25 型600毫米火箭炮，据说能打400公里，还能装核弹头。防空的 KN-06 导弹比 S300 还厉害，导弹部队的火星炮11能打500公里，带核弹头威慑力十足。轻武器从仿制 AK 到自研新款，不断更新换代。朝鲜军队战斗力这么强，背后离不开扎实的思想建设。
朝鲜领导人一直很重视这方面。金正恩要求人民军用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国防委员长的革命思想，牢牢武装自己，把人民军打造成思想和道德的强军。每次视察部队，他都先去参观部队的革命史迹教育室，叮嘱要传承伟大领袖们的军事思想和建军业绩。而且在朝鲜，从军队高层到基层，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日常重点工作。在军营里，士兵们常常聚在一起学习朝鲜的革命历史、国家的发展理念。通过这些学习，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使命感不断增强，心里都装着要保卫国家、守护人民的坚定信念。这种思想建设让朝鲜军人在战场上能迸发出强大的战斗意志，同时朝鲜也不忘通过文艺活动来激励自己的战士们，并且他们还有自己的特色。朝鲜有专门的人民军文艺宣传队，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军队里搞文艺演出，给官兵们加油打气，提升大家的精神面貌。演出形式多种多样，有唱歌、跳舞、戏剧表演等等。这些文艺宣传队不仅在军营里表演，还会走到社会上，在遇到自然灾害或生产困难时，到现场为民众和军人加油鼓劲儿。像在农业生产遭遇难题的时候，文艺宣传队就会到田间地头，用精彩的表演给农民和参与农业支援的军人带来欢乐和力量，激励大家战胜困难。还有朝鲜的一些艺术团体会专门为军队创作相关的文艺作品，比如音乐舞蹈综合演出，用白头山枪杆子迎举最后胜利。里边的节目像混声合唱，飘着最高司令官旗夺取胜利，舞蹈我们的枪杆子等都充满了战斗气息和鼓舞力量，让军人看了热血沸腾，更坚定保家卫国的决心。而且军属们也会开展文艺活动，诗朗诵、乐器弹唱等节目，丰富了军队的文化生活，给战士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朝鲜靠着这种极端的军事化模式，维持住了全球第4大军队的规模。在国际制裁的巨大压力下，军队在战斗意志、战术运用以及武器装备等方面都展示出了相当的实力。不过这也把整个国家的社会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全国的资源都往军队倾斜，民众的生活难免受到影响，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制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国际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朝鲜这么重视军事，也是为了保障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毕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很容易就会被欺负。您觉得朝鲜用这种模式养出的100万大军，到底是国家的护身符，还是发展的枷锁？来评论区唠两句。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